凶手的确不是你。一个晕血的人刺杀杜明致死，就算是你承认，我们也不会相信的。但是，你是同谋。至于夏雪，你的数字2374226815。哦，我刚才看到的办公室就是23号。74226是案发现场，815是死者的生日，23号办公室是胡继元的，也就是凶手藏匿的地址。这太有意思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因为凶案发生的当天正是公司更换摄像头的日子，所有的监控录像都在你的眼皮子底下。我现在倒是很奇怪，你为什么不在前一天作案呢？那时候也没有完全的监控记录啊。完全没有记录，怎么制造不在场证明啊？就是这样，凶案发生的时间就是要让所有的参与犯罪者都得到完美的不在场证明。所有参与者，不止一个人啊？是3个，3个人，3个点，相互支撑，互相依靠，组成了坚固、稳定、牢不可破的三角定理。一个物体要在一个平面上保持平稳，至少需要3个点。而一起杀人案，参与的人宜少不宜多，所以应该是3个人。这跟我有什么关系？闭嘴！你怎么老是这句呢？你接着说。晚上7点钟，你下到了26楼，来到了胡继元的办公室。此时凶手刚刚在21号办公室完成了凶杀，你就来到了23号办公室。不对吧？那个时候胡继元一直在给客户打电话，这我调查过了。这就是思维上的盲点。胡继元办公室里的就一定是胡继元本人吗？而且胡继元一定要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给客户打电话吗？采购经理胡继元正是提出更换摄像头并且负责具体采购的人，而你 ，IT 总监常月更是确定更换摄像头时间的人。23号办公室距离21号办公室有3.47米的距离，所以摄像头在这个区域之内受到了办公桌隔断的影响，有视觉的死角。也就是说，胡继元利用了这个死角，趁人不备，迅速地潜入了案发现场，他就是凶手。对了一半，胡继元也不是凶手啊！一个人一边打电话一边大气都不喘的给人连捅14刀，这可能吗？也就是说，还有第3个人。所以在胡继元办公室的一定不是胡继元本人，因为就算胡继元是超人的话，这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不是吗？不过这些都只是推理假设，还有很多的疑点没有解开。第一，胡继元办公室里的人究竟是谁？第二，这个人此时一定是满身鲜血，那么他是如何离开的呢？第三，胡继元办公室跟凶手 X 先生的办公室里都不是他们本人，那么他们是如何交换的身份？是何时交换的身份？又是如何相互掩护、神不知鬼不觉地打卡下班的呢？更重要的是，他们究竟是谁？常月，现在交代，你还有戴罪立功的机会，快说！你们都说了，这只是假设的推理，这事儿跟我没关系，快放我！安若，我觉得这小子好像中邪了，就是跟我没关系，跟我没关系，他就认准这句了。你还有没有什么强有力的推理？我今天必须让他心服口服。推理这件事情，以你这种白痴的思维是不太可能理解的。给我一点时间吧，让我想一想，怎么清楚地解释给你听。从现在开始，我就是常月。我是胡继元。为什么我是凶手啊？哦 ，cosplay。白痴。现在的时间回到案发的当天下午。哎，你又带我来这儿干嘛？嘿，说话啊！夏雪，他不是夏雪，我是 Miss X。在摄像头开启之前，
胡纪元就来到了常月的监控室里，这并不影响他参加电话会议，而我常月却一直躲在了胡纪元的办公室中。随着摄像头开启 ，X 先生来到了胡纪元的办公室，这一切都被摄像头记录了下来，所以所有人都会认为胡纪元的办公室里有胡纪元跟 X 两个人，但事实上却是常月跟 X 先生，旁边便是杜明的办公室，也就是案发现场。也就是说，这两个办公室之间的那个摄像头，就是有死角的那个摄像头。然后胡纪元就在监控室观察着一切，等到杜明的办公室四周无人的时候，就打电话给常月，通知他准备行动。常月哥哥，加油！而我常月这个时候扮成了 X 先生来到了监控室。然后又换回了自己的衣服离开，就好像在案发的当时 ，X 先生一直留在了监控室里没有出来。另一方面，胡纪元的办公室看似只有胡纪元一个人，但其实真正的 X 先生却在胡纪元的办公室里跃跃欲试。X 先生收到了胡纪元的行动信号，机智地躲进了摄像头的死角，走向了杜明的办公室。这怎么回事？嘴太吵了，堵上了。X 先生正经过摄像头的死角，往杜明的办公室移动。我觉得你现在还是去一趟杜明办公室吧。现在下雪，一定需要一点点帮助。哎，我求求你了，我这一天跑上跑下，你累死我得了。人家凶手杀人都不嫌累，你破个案怎么还那么矫情啊？就当我没说啊。为了世界和平，为了赶快把这种人绳之以法，豁出去了。哎，对了，我配合什么呀？我配合怎么配合？你到了就知道了。顽皮，快去看什么看？这个时候恐怕 X 先生已经下手了吧？你来干什么？我要杀了你，杜明！别闹了！如是让我配合你，这配合的都是什么呀？哦。行凶之后，凶手便销毁了杜明电脑里能够指向他们的证据。好，停，就这儿。常月以自己的身份从监控室下楼，就是在这儿碰见林有如。没错，的确就是在这儿。我下班的时候在这里遇见了常月。以他们精密的谋划，我相信他们是故意让常月碰到我。这样的话，我就可以为他做完美的不在场证明。可惜，他偏偏碰到的是我。唉，可怜的常月啊！我也很可怜，好不好？慢点。常月见到我之后，来到了胡纪元的办公室，接应了行凶完的 X 先生。以常月阴险的特质，恐怕他见到当时的 X 先生，应该也是一种煎熬吧。我碰到常月时，他那个捏鼻梁的小动作，反而让我更加注意。由于之前我在杜明的审计报告上看到了常月、胡纪元和杨什么的笔记，因此我确定了 X 先生就是姓杨的眼镜男。姓杨的眼镜男也就只有一个人了，那就是杨景超。废人。从我刚来公司的时候，
查看内部资料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财务报表里的蛛丝马迹。后来我想向杜明询问的，可是没想到竟然这么快。也就是说，是杜民在财务审计报告中揭发检举了胡继元、杨景超和常月，所以说这3个人就合谋杀了他。没错，真相就是这样。我们实在太强大了，我们这个团队在扑朔迷离的案情当中，又一次找到了事情的真相。庆祝一下，小雪，耶！好吧，我发现你们在我的领导之下破案的能力真是越来越强了。白痴，他们的计划还没完呢。杨景超扮作了常月的样子，来到了常月的监控室，之后又换回了自己的衣服，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这样从监控录像上就能看出，在案发的当时，杨景超是一直待在监控室的，之后才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你听我说话没啊？杨景超扮成了常月的样子，来到了监控室，之后又换回了自己的衣服，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另一方面，阴血恢复后的常月扮成了胡继元的样子，留在了胡继元的办公室。这个胡继元真的很厉害，一边参加电话会议，还能一边远程遥控指挥作案。现在案件已经侦破，小高，马上对胡继元、杨景超实施抓捕。好，把他也带去。走，走。我给你分析一下啊，你听听我说的对不对啊？这个胡继元以常月的身份在监控室大卡下的班，而常月呢又以胡继元的身份在胡继元的办公室打卡下班的，而真正的凶手杨景超是在自己的办公室打卡下班的。宛如，你果然是逆天的存在。你也是。是吗？